怎么了？公司出什么事儿了吗？啊？怎么了？谢谢你。我还以为你不会想要这个孩子呢。你瞎说什么了？当然想要了，做梦都想要。谢谢你。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结婚的事情以后再说，好不好？嗯。我不明白。来，坐，坐。现在还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等出国以后再说，好不好？可是孩子怎么办？孩子等不了啊。所以我会更快一点，把所有事情办好。你要办什么？无论你要做什么，我都会像原来一样，我会支持你。但是，我们现在有孩子了，我们不是应该为孩子考虑吗？我知道，我就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我给你，给孩子最好的爱，不让他像我一样。我答应你的，我都会给你兑现。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我先接个电话。干嘛呢？赶紧坐下，帮我挡一下。头发怎么剪了？就剪了呀。那燕初让你回来工作了吗？来，我事先说啊，我可没违规，我这不是回来工作的。哎，我听说你又调监控录像，还找这么多穆先生的照片，是不是有什么好办法了？你是来打探消息的吧？你赶紧说吧，我等下得赶紧走，不让燕初看到我。行，我查了一下，这虽然穆先生伪装得很好，但是在个别画面里面能看到耳朵。如果我们能截到完整的耳廓图的话，就能做耳廓统一性鉴定了。你打算跟谁的耳廓做对比啊？你说呢？躲，好好躲，我下午什么都看不见，啊！哎，什么情况？你这个不是让你在家好好待着吗？怎么就不能听话呢？我告诉你，再这样，我直接把你门禁卡给收。不是燕初，我是来找林远浩借书的，拿完我就走。哦，我现在就走。你等，不是，你这头发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削发明志吗？杜绝以后不理智的行为。净整那没用的，瞎折腾什么呀？你说你，赶紧回家吧。是。哎，还有你，我都懒得说你。
姑姑，你头发怎么回事？我就觉得长发太麻烦，给它剪了呀，怎么样？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哎呀，我这剪了头发怎么大惊小怪的呀？哎，你回来怎么没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你说为什么呀？我不是已经提交了辞职报告了吗？你的离职手续打算直接办到退休那天是吧？这离职它是有个程序，是需要时间的。我现在不是被领导已经赶回家了吗？你手里拿的什么？看看书都不行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哎，姑，你这次回来不是专门招我走的吧？你说对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一直不提这件事儿，就当咱俩以前的约定不存在呀？丹爸，你去找一趟秦修文吧。洗个海水澡。处理好，告诉我。正确吧？这干嘛呀？拆家呀？姑姑，我问你个正事儿，就初一那年我过生日，是不是跟我爸录了段像呀？我记得是拿那种老式 DV 机录的，你帮我想想在哪？你要干嘛？又想回去工作呀？哎呀，不是，我不是想回去工作，就是我们那个案子现在要用，真的很重要，你快帮我想想。我不记得了。哦，对了，你那个签证送去了吗？寄出去了。你又骗我，我就知道你想借这个机会再回去工作，是不是？兰兰，你答应过我的。姑姑，我忘不了，你忘得了吗？我爸死了这么不明不白，我查这么多年案子，现在好不容易有转机了，我真的不想放弃。我要是查不明白，我真的没办法安心跟你走。行了，别说了，赶紧都给我收拾了啊！立马跟我出国，赶紧收。姑，你怎么了？姑姑，好点了吗？好多了。你查出这个病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你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吗？这个病啊，没得治，只能靠以后多活动活动。一定治得好。傻话。哎呀，这个病只能这么拖着了。我现在就跟废人一样。姑，你不要这样说，都是我不对。
兰兰，你知道你工作这6年，姑姑多替你担心吗？姑姑就剩下你一个亲人了，我不想看你去冒险。姑姑，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听你的话，但是我每天晚上都梦到我爸最后的样子。我知道他回不来了，但我就觉得他死不瞑目，我就想知道他为……我知道你担心我，我也知道我爸担心我，可是我已经长大了，我现在有能力去查出一个真相，查出关于我爸爸的真相。兰兰，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不能一辈子只为了这一件事儿吧？姑姑不想看到你出任何状况，就希望你啊能够平平安安，嫁个好人。哎呀，我相信你爸在天有灵，一定和我想的是一样的。只要你过得好了，姑姑就安心了。等以后我见到你爸爸，对他也有个交代，不是？不要这样说，姑姑。我跟你走，什么都答应你，好吗？好吧，你去忙吧，姑姑歇一会儿啊。嗯，我帮你。去吧。进来。我刚才听到了一些。要走了？下周，我姑身边不能没人照顾。应该的，要照顾好你姑。顾平安，我不能跟到最后了。如果有一天案子有了结果，你能告诉我吗？这规定你知道，但是能说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啊？也对。刚才我又不专业了。李兰，我能帮你什么吗？没有了，谢谢。我先走了。哎，你走了以后，这个门我会锁上，不会进去。不用了，
房子交给你了。兰兰，别看了，出去以后你会有新的生活。姑姑，我能把这件衣服一起带走吗？还是留下吧。我出去跑会儿步，你等一下早点睡觉，我回来睡沙发。这么晚了，上哪去啊？你放心吧，我又不可能是跑路，我也没有地方躲呀。早点睡吧。那早点回来啊。
找兰兰呀，她跑步去了。不，阿姨，我不找她，我想跟您聊聊。哦，您看方便吗？啊，方便。阿姨，您慢点。杨浩想谈什么？是谈房租呢，还是谈对这个房子不满意啊？都不是，我这次叫您来啊，是想跟您聊聊林兰的事儿。其实我之前一直对林兰专业上的能力一直都不是很认可，我是觉得她有的时候太心急了，而且想法也太多了。兰兰在工作上一向是很努力的，她从小就这样，认定一件事儿就要努力去做好。你不会因为她要辞职了，就这么来说她吧？当然不会，我是觉得她有的时候很容易被个人情感左右。做痕检工作的，必须要保持客观和理性。你让我过来，就是为了说我侄女各种不好？不，我想拜托您让她留下来。我希望您让她继续留在检察院，做她还没有做完的工作。因为我知道，这个案子对她来说非常重要。我当然知道对她很重要，可是你们认识才多久？这10几年了，是我陪她走过来的。阿姨，如果您真的非常了解她，那您更应该清楚她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跟林兰的性格和做事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我们非常相似：被埋没的真相都不叫真相，没有实现的正义也不叫正义。我们一直会追求下去。你们工作上的事儿，我听不懂，但是我是她姑姑，我要为她未来的人生考虑。阿姨，我明白，但如果您真的想替她未来考虑的话，您就更应该让她做她想做的事儿。不仅仅因为这个案子跟她爸爸有关，更因为她是一名检察技术人员，有着无法割舍的使命。我觉得林兰只有突破了这个案子，才能彻底的走出来。您觉得呢？你起来吧。你是想让我从情感上来理解她？我没见过林兰的爸爸，但是这个房子里所有的痕迹都告诉我，这儿一定发生过什么。而且我也相信他坚信的一切。谢谢你跟我说的这些，但是这是我们家自己的事情。阿姨，能再考虑考虑吗？姑姑，你醒了吗？姑姑，姑姑，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
兰兰，姑姑先走了。你问的视频，给你拷到 U 盘里了。我也不想让你留什么遗憾。既然你要坚持，就坚持出个结果给我看看。我相信你爸爸会以你为荣，给我平平安安的。另外，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偷偷告诉你，你有一个准姑父，有他在身边，你放心吧。兰兰，姑姑对你只有一个心愿，希望你活得不要太累。我虽然选择让你留下，但是你什么时候觉得累了，一定要告诉姑姑，姑姑永远都是你的退路。进来。你昨天晚上跟我姑说什么了呀？我劝她让你留下。为什么呀？我觉得你应该留下。陆远浩，你突然对我这么好，我还有点不适应。这有什么好不好的呀？我觉得你留下是正确的选择。这个是我姑留下来的，我爸的音频资料。爸爸，我现在就想吃了。一会儿啊，你多吃点啊。好。哎，来，站起来了，站起来了，来。好，请你快点过来吧。啊，快，来，来，预备，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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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愿。哎，今天别骑摩托车了，上车吧。啊？后座上有你东西。什么东西啊？
我打扫屋子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些照片和胶卷，发现是你爸爸的东西。我之所以没在家里给你，是有些胶卷还没洗出来，想看看你怎么处理吧。我从来都没看过他这些照片，我以为他不喜欢拍照呢。应该是宣传部人拍的吧？但我觉得这些证据就能证明你爸爸是个好人。谢谢你做这一切。谢我干嘛？在证据链没有完整之前，我不会轻易下判断。6月号，你说的对，我欠你一个人情。行啊，那麻烦你5星好评啊。这里面的胶卷你比我懂，麻烦你帮我洗一下。行。就在前面到了。船呢？人也没有啊。而且，是这样，我想活，你也想活，可是你要不死了，咱俩谁也活不了。别干什么？谁让你这么干的呀？老板知道吗？哎呀！干嘛？你要钱？我需要钱，我可以给你啊！你别啊！这话，下边还是给啊！来了。等等，继续。兰兰，这2段音频的内容重合度实在是太低了，我只能截取相同的几个字，从音色、音调和响度3个方面进行比对。决定进一步验证就是对的，这段录音确实有问题。秦秀文他骗我。哎，别着急啊。我是给老钟上报。等这个结果出来，一起报给老钟。秦修文和穆先生的耳廓对比。对，耳垂的形状和大小，耳部与头部外缘线的搭配位置，正面耳廓的外展程度和侧面耳廓的整体情况，匹配度99%。这秦秀文就是穆先生。
大妈，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接电话？哎，你说我今儿算幸运还是倒霉呀？我路上撞了一姑娘，这姑娘挺漂亮的，她在她身上弄了个小纪念品。什么意思？别着急呀，我这不是想跟你谈谈条件吗？你说。你看啊，你呢有美女陪着吧，还快有孩子了，我就没法跟你比了。我得替你卖命，完成你交代的每一件事儿。我岁数不小了，也想娶媳妇生孩子了，所以呢，我想要笔钱。大妈，我让你做的事你做了吗？我办事你还不放心？比喜呢？在我这儿呢。你在哪儿？我去找你。哎，这你等会儿。我刚才说这么半天，那条件你还没答应呢。大妈，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那女的。赵东城公司的秘书吧，他下次要是再被撞了，我就不能保证是去医院那么简单了啊！大妈，你别太过分了。那怎么说来着？就那个，唇亡齿寒啊！对，唇亡齿寒，我是不是得给自己找个后路啊？哎，而且我听老秦说，你不是也给自己铺后路呢吗？你听好了，我给你准备40万，准备好了我去找你。小婉。你在哪儿？我在医院做产检呢。你在那儿不要动，我去找你。老板，秦秀文失踪了。失踪前，警察找到温国华，汝窑鼻息被他带走了，正在找人出手呢。他还把房子办了抵押贷款，我会处理好的。没事吧？没事儿，你干嘛呀？跑得满头大汗的，我就摔了一跤，没事儿。你跟我说，你去哪儿了？我没去哪儿，我就是刚才过马路的时候，有个人走得挺着急的，他撞了我一下。我没事儿啊，孩子也没事儿啊。这段时间我们不乱跑，好不好？好，我知道了。我哪儿都不去。我再跟医生说一下，我们做个全身检查。做什么全身检查呀？医生刚才跟我说我都能回家了。我们回家啊。哎，我那扣子去哪儿了？什么时候掉的？我再给你买一件新的。就为了扣子买件新的。哎，回家吧。文宇，你一会儿帮我把包拿。
我这样等50米停车。哦，好。前面高跟鞋。宋老板，迟到了，路上耽搁了。我退路呢？你给我想好了吗？笔洗呢？车上呢。你打开看看吧。哎呀，先退路。喝坏了吧？钱、护照。那要是这样，咱还按老规矩来。我这货呀，该给你出还给你出。你说，都给我做的这么周到了，我也不能给您掉链子，是不是？再点点。加勒比海不错，那是天堂。哎，小周，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是这头发剪得好，正好林兰回来了，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根据大家整理的资料，现在可以证明，这份录音是伪造的，而且秦修文就是当年的穆先生。现在公安对秦修文正式展开抓捕，真相呼之欲出啊！大家加油干，好吧？啊！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更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加油！哎，老周，公安扑空了。李队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秦修文已经跑了。你们现在马上去现场，协助公安调查。好，我明白了，马上去。秦修文失踪了。啊？土队让我们协助勘查，走。秦修文从他们家小区出来，进了这个小巷，外面的摄像头没有拍到他。
想不通。你不是说要尊重真相？我在想，我爸当年知不知道秦秀文还有这么一面？还有他跟我爸的死到底有没有关系？他们家是别墅区，人车分离，这车应该不多啊。车辆我已经排查完了，一共有200多辆车进出，车牌号我已经整理好，转交给公安了，正在排查。他早有准备，把东西都拿完了。镊子给我。哎，大拿，你帮我把日期往前倒一下。好。对，就是这天，我去了秦秀文家。哎，大拿，停一下，这辆车怎么这么眼熟呀？宋白宇的车。宋律师，涂大队，是什么案子？还劳烦你亲自跑一趟。我手里的确是有个案子，还找你了解一下情况。请说，知无不言。秦秋文，认识吗？认识。你跟他最后一次见面什么时候？最后一次见面，几天前，在他们家。几天前？具体几天前，还真忘了。你去他家，什么事儿？谈合作，他名下有一家文化公司想请我们律所做法务外包，有合同吗？有，稍等。这个是一份法务授权委托书，因为主体的合同内容呢还没有确定，最后合作关系还没有形成。还有其他材料吗？有，我去给你拿一下。等等，放哪儿了？柜子的第4面门。是。这个合同我们需要回去备个案，然后我也还给你，啊。宋律师，我需要你这段时间的行程记录。没问题。还有，宋律师，这段时间就不要离开韩江了。也许用不了几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经过步态识别、耳廓同一性，还有冯杰提供的证词，我们基本上可以锁定秦修文就是14年前国宝失窃案的重要嫌疑人。但是这小子啊，太狡猾，公安抓捕之前已经跑了。经过鉴定，在他家保险柜上提取的那些残留物啊，为纺织品丝线。这些纺织品丝线跟市面上文物收藏锦盒的那些材质啊，有较高的相似度，所以呢，我们可以推断，秦修文很有可能带着这些非法获取的文物已经潜逃了。为了不使咱们的文物流失海外，必须找出突破口，揪出秦修文。都听见了吧？干活去吧。去干活，别愣着了，找出秦修文。
怎么起这么早啊？你起来了？我睡不着，稍等一下，马上就好。怎么了？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走啊？再等等。再等等。我们到底在等什么呀？现在钱还不够。这些钱已经够我们在国外过得很好了呀。别那么贪心嘛。我觉得只要我们一家能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日子。好，听你的。来，早饭吃好，一天好运。二大娘。今晨5时许，在我市郊区东韩海运码头附近发现一具男尸，死者马振强，无业，死因不明。由经过此地的热心市民发现并报警，目前警方已经就此展开。今天赵总找我，我得先回公司。我怕来不及，我先走，你慢慢吃，吃完再走。吃好以后也别收拾，晚上回来我收拾好吗？我爱你。不是，就是敲诈。宋律师，这种事情怎么会摆在我面前？毕竟公司的确对周围村子造成了破坏。宋律师，我1分钱也不给。赵总，有2位公安的同志找您。我们是韩江市公安局的，赵东成，我们现在怀疑你跟一起杀人案有关，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警察同志，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突然来找我，这件事情我要跟我的律师商量一下。宋律师，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办啊？我听到了，李队，先配合警方调查，后面事情我来处理。走吧。没事，问题会解决的，放心。几天前，我市又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公安在现场找到了带指纹的凶器，根据指纹锁定了东韩集团智捷环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赵东成，但赵东成坚称自己没有杀人，也提供了不在场的证明。根据调查，赵东成也确实跟死者没有交集，应该是跟股票有关吧。继续。我们在现场发现的这个锦盒和在彭娟家发现的那只锦盒从形状和大小上基本吻合，而且跟秦修文家的保险柜里的织物具备统一性。那不仅跟古平案有关系，还跟他背后的古董走私集团也有关系，这重大发现呀！重大发现，好玩着呢啊！好好看看，看看有什么新发现，给公安辅助。江姐，给他们介绍一下死者情况。死者是一名外号叫大马的货车司机，涉事车辆就注册在大马的名下。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案发当天的凌晨3到5点。我们在死者的腹部发现了致命伤，可以确定为他杀。公安在发现尸体的时候，尸体已经被野狗吃了一部分。刘浩，有什么想法？继续。公安在现场还发现了5个烟头，与死者的 DNA 是一致的。死者的面部有淤青，有皮下出血，死因是因为肝脏破裂而导致的失血过多。现场发现的3棱刀与死者的伤口也一致。另外，
死者身上有多处的撕裂伤，现在已经确定是犬类动物所导致的。哎，我看到现场就有这些肉屑，是野狗咬完之后留下来的人体组织吗？不是，是猪肉。猪肉？公安在现场发现肉屑的脂肪颜色和肌肉组织与人类不一样，进一步的检测之后，可以确定肉屑是猪肉。我看过公安的检测报告，没有任何问题。是为了吸引动物，破坏现场痕迹。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大概出现了4到5条左右的。虽然是乡下，但是突然出现这么多条野狗，不太常见。所以我觉得嫌疑人是在现场抛洒猪肉，想吸引更多的野狗过来啃食尸体，破坏现场痕迹。那这点就奇怪了，凶手他这么缜密，都知道要清洗鞋印，那怎么可能会把凶器留在现场？如果突然出现了单一证据，不足以形成证据链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寻找到它存在的合理性，对吧，老周？有点意思。准备去现场吧，啊！李队，钟检察官，辛苦。哎，我们来现场复勘技术支援。哎，做好技术支援，配合好李队啊。好。好，走。从案发现场的情况来看，死者死后有被拖拽的痕迹。应该是凶手为了干扰我们侦查，故意制造的混乱信息。从现场散落痕迹的分布来看，凶手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车辆尾部区域。也就是说，凶手杀完人之后，并没有匆忙逃离现场，反倒在现场进行了长时间的逗留。很有可能是个惯犯。不要预判，留下大量清理现场的痕迹，只能说明凶手心理素质过硬，且具备超出常人的反侦查能力。车辆尾部仍残留着剧烈打斗的痕迹，再加上遗留在现场的锦盒，会不会是走私集团交易过程中产生了分歧，然后冲突升级，激情杀人？不会，你还忘了一个关键线索。猪肉。没错，凶手不但仔细清理过现场痕迹，甚至还准备了破坏现场的道具。所以说，这是一起精心筹划过的谋杀案。不过你也说对了一点。什么？从凶手的行动轨迹来看，凶手和死者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生冲突，而是进行了类似交易的行为，且行动痕迹清晰。比如这几个烟头，是大马在等人的时候留下来的，而且等了很久。二人先是在这个位置接头，之后一起转移至车辆后，随后发生了肢体冲突。死者的面部淤青，车辆的2处损伤，都是清晰的证据。
最后，在这个位置完成了最终的杀人动作。不过很可惜，这个位置的痕迹被清理得很仔细，拿到的线索十分有限。这个位置是现场猪肉抛洒最集中的区域，留下最密集的野狗的痕迹，也因此是整个现场痕迹破坏最严重的区域。都有关联。秦修文保险柜里的锦盒出现在了大马的货车上，而秦修文失踪前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宋白宇。如果宋白宇确实从彭娟家拿走东西的话，那宋白宇会不会是这个链条上的顶端人物？那秦秀文呢？秦秀文可能只是链条中的中间层，他之所以和宋白宇联系，是文物鉴定。但是你想啊，冯杰和秦修文交易是在10几年前完成的，那个时候的宋白宇还在香港读书，还是个孩子呢。现在推定宋白宇有嫌疑还是太牵强，你这几条推理之间的关联未免也太巧合了。这巧合有时候也是疑点。哎，可以啊，这话我记住了。有潜力，看好你。你怎么来了？谁让你进来的呀？哦，我来处理别的案子，顺便找一下允浩。要不我出去等你？行，我下班了，去吧。嗯。唉，下班了。行啊，这手艺不错，也快赶上我了。豆子不错啊，尝尝。觉得好啊，我给你分了一包。回去慢慢品。不错。我刚养好，就叫你过来了。这是我一个客户在肯尼亚投资了一个庄园，正拉我入伙呢。你要是有兴趣啊，我分你点干货。这公职人员啊，不能经商，而且我只爱喝。秦修文失踪了，警方找过我了。怎么，怀疑到我头上来了？老宋，这工作上的事儿不能说，啊。咱们两个
好久没有坐下来聊会儿天了。既然说到工作，我就多说一句。你离职的事情，我真的不能左右我客户的行为。我就是做我律师该干的事情。我知道，这事儿我没怪你。这件事儿啊，确实是我的问题，我承认。啊，我就是觉得你不公平。你干嘛一直待在检察院啊？哎，行了行了，差不多得了。有时候啊，真替你干着急。做检察官只会让你被束缚住，你需要更大的空间去施展你的才华。是啊，有的时候我也替你着急。你说你这一猛子扎进坏人堆里，我是抓你呢，还是抓你呢？还是抓你呢？我呀有谱，律师干什么我干什么。哎，我律所合伙人的位置还一直留给你呢啊！你要是愿意，随时来，怎么样？最佳拍档。行了，别画大饼了，我不感兴趣了。老宋，有件事儿，你知道辛修文的下落吗？你还是不相信我？我要是知道，我第一时间告诉警方。但是有的时候，这巧合就是一点。走了。啊？豆子带上。不用了，挺贵的，你自己留着喝吧。公安一共排查了被害人大马死亡前后3小时之内的3个监控，分别是发现被害人尸体路段前后2个监控，以及新航码头监控。在这段时间内，这条路上一共经过了32辆机动车。公安做了实地实验，就这条乡间小路，晚上能见度极低，确实看不见路两侧的东西。开夜道正常，继续。在远后他们的提示下，公安重点排查了这些车辆，在一段不到200米的路上逗留的时间。基本上所有的车辆都是正常车速通过，唯独这辆。驾驶员是个女性，不到200米开了1个小时，那肯定是停留的呀。没有停留，而是直接开进了码头。这辆车注册在智捷环能公司名下。经过调查，这名女子名叫温婉，是赵东成的秘书。当天接到赵东成的指派，去码头核实一下船只到港情况。老钟，让自己秘书这么晚去码头，有点可疑啊。公安核实过了，温婉白天给码头打了个电话，说自己有事儿，晚点去，因为是老板下的命令嘛，不管多晚都得去，所以半夜去的。根据码头监控显示，他没有作案时间，并且根据保安的口供，车上只有温婉一人。车查了吗？正在查，公安也同时正在对温婉进行问话。你们之前不是已经找我问过话了吗？这种问话很常见，你不用紧张，把你知道的情况再说一遍就行了。你最后一次去码头是什么时候？上周3晚上。几点？11点，将近12点吧。这么晚了还要去码头？是这样的，我当天的工作安排有到码头核实到港船只这一项，所以当天我是必须要完成的。从第一个摄像头到码头，需要35秒的时间吗？那这就得看开车人的习惯了。但是多了16秒。什么16秒？新航码头在乡道摄像头的中间，温婉从第一个摄像头开到码头用了35秒，从码头开到第2个摄像头的时候用了51秒，多了16秒。精准。
大拿，能再放一下温婉车辆的视频吗？没问题。可以了，谢谢。老周，从这个视频来看，温婉驾驶比较平稳，驶入和驶出的距离差不多，但是时间差了16秒。温婉应该在路边停了16秒，她或许是在等某一个人，但那个人并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到上车的地点，或许是什么事情没办完，比如说布置现场。那天晚上跟你一块儿去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今晨5时许，在我市郊区东韩海运码头附近发现一具男尸，死者马志强，无业，死因不明，由经过此地的热心市民发现并报警。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就此展开密切调查。不好意思，是不是熏到你了？今天警察找我过去问话了。白月，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跟你妈见一面？吃顿饭就行。我妈这个人性格比较古怪，我尽快安排。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我怀孕的事儿瞒不了多久了，我得在赵东成知道之前就提出辞职。我知道。那我先睡。你知道吗？我每天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想第二天我能醒过来。